母亲貌似先皇后，让微服出巡的皇帝失了神。不久，母亲被当街劫走，我们找到她时，她已冒悔身亡。母亲出殡的那天，父亲升了官，结果我父兄死于赴任之途，祖母和其他族人葬身火海，唯我侥幸活了下来。几年后，我入宫给贵妃看病，可那与皇帝琴瑟和鸣的女人，分明是我亡故的母亲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10岁那年，花朝节，母亲和父亲两人同游灯会，在人潮汹涌间，父亲把母亲弄丢了。3日后，家丁在郊外找到了母亲的尸体，她娇美的面容被划烂，已辨别不出生前的模样。家丁是通过衣着和体型确定她的。尸体抬回来时，我看见母亲腰上的那枚玉佩，那是她与父亲的定情信物，她宝贝得很，平日里我和哥哥碰一下都不行。我和哥哥通过这确认了那具尸体是母亲，可父亲却始终闹着，那尸体不是母亲，要再去寻找。祖母站在一旁，将拐杖狠狠地杵在地上，厉声说道：“这就是他，安排葬礼吧。”母亲出殡那天，京城传来消息，父亲升官了。父亲带着哥哥走马上任，却死在途中。消息传回不久，我家的府邸失火，163口人葬身火海，唯有我提前被祖母葬在地窖，逃过一劫。我在地窖中醒来时，手边只剩下祖母留下的一封绝笔信和几本医术。3年后，第一场雪落下，皇城裹上一层银装。城门处，穿着笨重甲胄的小兵正在张贴皇榜，百姓揣着手立在皇榜下交头接耳。我匿于人群中，看着榜文。听说皇帝爱重贵妃，可贵妃3年无子，太医束手无策，特张贴皇榜，求民间医者圣手。我在众目睽睽之下接了榜，以隐士神医的身份入了宫，跟着内侍一步一步地踏上去宫门的路，心中有一丝忐忑。想起祖母死前给我留的信，我心中却仍存着一丝希望。万一不是他呢？贵妃的明月宫富丽堂皇，狐裘铺地，银炭取暖，檀香不知疲倦地绕啊绕。我一入殿，就被温暖的气息包围。她躺在贵妃椅上，衣着薄衫，悠闲地看书吃葡萄，和外面的数九寒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皇帝坐在另一侧，正提笔作画，画的正好是他，美人低眉，岁月静好。我被这一幕刺痛了眼，忙低垂下眼帘，抑制住眼中汹涌的泪水。真的是他假死脱身，在我一家尸骨未寒之际，成了皇帝的宠妃。启禀陛下，娘娘，宫外的皇榜有人接下了。内侍的声音打破了屋里的温馨画面。皇帝放下笔，视线扫过我，威严的声音响起：“哦，竟真有能人异士敢接榜，快来给贵妃瞧瞧。”我恭敬地上前，贵妃身上有一股淡淡的香味，不浓郁，但清冽。即便宫里点了檀香，只要离她近一点，也能闻到这股味道。这味道很亲切，让我想起了祖母。我走近时，她瞧见了我的样子，眼中有片刻愣神。我搭上了她的手，探了脉象，心中了然。禀皇上，贵妃娘娘恐怕几年前受过严重的寒气，如今母体受损，恐怕再难受孕了。我这话并非无所依据，当年我爹捡到她时，正是1年中最冷的时候。她当时被逃难的家人扔在雪地里，积雪差点把她埋没，要不是我爹将她救回来，她可能真的就折在那年冬日了。她也确实因为那场大雪，母体受损，是祖母不厌其烦，一次又一次的斟酌用药，才将她的身体调养回来。后来她与我爹成婚，生下我和哥哥。祖母怕她落下月子病，更是悉心照料。如今看来，我一家人的真心，当真是为了狗。贵妃听完我的话，神色哀婉地看向皇帝，渲然欲泣。皇帝走到她身边，揽着她，温柔地拍着她的手背安抚，又向我问道：“这些太医都说过多次了，你且告诉朕，你有没有办法？”皇帝看向我，眼神中带着探究和威胁。祖母的医术内外兼修，温和有效，贵妃的身体经过祖母的调养，比一般女子好很多。观她脉象，貌似3年前又受过一次寒，不过因为身体底子好，并未伤其根本。可太医院的太医却统一口径，说她是寒气入体，导致不能受孕，实在蹊跷。禀皇上，
臣女有办法，请您给民女时间，为贵妃娘娘调理身体。好，既然你这么有自信，那贵妃的身体即日起就由你负责吧。我随着内侍退下，感受到有2道眼神停留在我的背影上，心思各异。我入住太医院，整日研究药方。那日，胡太医又顶着满脸的伤回来了，身后的太监抬着已经断了气的张太医。胡太医面色颓败，神情哀痛。听说皇帝的安神药越来越没效果了。胡太医每日去献药，总会顶着一身伤回来，而张太医这次却是因为冲撞了淑妃，被皇帝赐死了。张太医和胡太医是同乡，2人素有来往。太医院的太医都有共同的秘密，就比如说皇帝的安神汤，贵妃的不孕之症。胡太医，陛下的安神汤可能安神。等围观的太医们都散开后，我才踱步到胡太医身侧，悠悠开口。胡太医重重地叹了一口气，唉，于小友啊，安神汤宽慰陛下的心，安我太医院同僚的命啊。我明白胡太医的言外之意，沉声说道，我那日为贵妃把脉，发现她脉象从容有力，不浮不躁，贵妃的身体根本没问题。有问题的是皇上吧，他不举，对吗？慎言。胡太医厉声呵斥我，又忙探出门外，左右张望，见四周无人，方才放下心来。想活命就不要问，不要管。哼，于小友，你不该卷进来。他撂下狠话，又转身去要柜子里找药材。我跟上去，自顾自地说道，我家乡有一草药，牛羊食之，彻夜淫乱，乡里人说此药性烈，便是鬼怪用了，也欲罢不能，故为鬼淫草。胡太医若是想明哲保身，不如将我引荐给皇上，我必定不负您的举荐之恩。我入太医院以来，同僚见我是女子，多有轻慢，唯有胡太医这个小老头对我照拂有加。我想利用他接近皇帝，也确实因为这份善意，想竭力救他于水火。唉，于小友，你别掺和进来，等尘埃落定，我想办法把你送出宫去。胡太医对我的恳求不置可否，便又继续埋头做自己的事了。我识趣的离开，本以为没有希望了，可没想到几日之后，胡太医却又同意了。那日，皇帝喝了太医院呈上的安神汤后，感觉效果比以前好了很多，便传来胡太医问话。新入太医院的于小友推荐臣加了一味药材，我们经过几番实验考究，才敢为陛下斟酌用药。皇帝龙颜大悦，说没想到此人确实有几分本事，召他来见我。内侍传话时，我正准备去贵妃宫中请平安脉，既然皇帝召我，我便只好先去乾清宫。我去时，皇帝和胡太医都在殿前等着我。于姑娘果然玲珑心思，入宫才几日，居然能窥探到朕的隐疾。皇帝不咸不淡地问话，我知他多疑，忙跪下请罪。陛下恕罪，民女并非故意窥探天子隐私，民女苦学医术10余载，若能为君分忧，民女万死不辞。皇帝听完我一番表忠心的话，捻动手中的玉石佛珠，冷声开口道，念你配药有功，以后你便与胡太医一同负责朕的身体。民女遵旨。我叩首称是，心中冷笑不已。当今皇帝不能人道，却把锅扣到后妃头上，实在可耻。想到此刻还在明月宫等着我调养身体的贵妃，又觉得她实在可怜可笑。当年皇帝下梓州，正是在当地最大的药房门前初遇她。贵妃以为这是天子与民间女子一见钟情的爱情故事，殊不知皇帝来梓州是为了寻找神医治疗隐疾，2人苟合，害死我全家。但皇帝不知，他千辛万苦找的神医就是我祖母。从乾清宫出来后，我照例去贵妃宫中请平安脉。于姑娘来啦！贵妃温柔地招呼我，就像曾经那样，喊着在院中玩闹的我去吃点心。可如今身份不一样了，娘娘，我为您请平安脉。我的手搭上了她的手，仔细诊脉，而她却侧手直直地盯着我，眼中全是探究。于姑娘模样生得极好，和我一个故人相似。我低垂着眉眼，恭谨地问道，那娘娘的故人现处何处？死了。贵妃平静地说道，看来那人福薄啊。我佯装感慨，于姑娘虽和我那故人相似，气质却是不同。
那人娇蛮顽皮了些，而于姑娘举止大方，谦逊有礼。谈到这，她神色温婉，好似从前。我收了手，边整理衣包，便答道：娘娘谬赞了，民女如何敢与娘娘的故人相提并论？娘娘，民女斗胆问一句，您是不是经历过2次极寒之灾？于姑娘实在医术高明，本宫确实有2次因为极寒之灾差点丧生。得到她肯定的回答，我就地跪下，请她轻退宫女。贵妃了然，屏退了宫女。宫女走后，她却没让我伸，反而施施然地走到我身边，保养姣好的手指，轻轻地挑起我的下巴。说吧，本宫的身体怎么回事？玉儿，我冷笑，她果然认出我来了。毕竟我的容貌比起3年前变化不大。我梗着脖子，将下巴从她手中移开，从容不迫地答道：听说你进宫不久，失足跌落明湖之中，险些丧命，怕是那次又伤了身体。你2嫁之身，年纪也大了，又生过2次孩子。那年冬天你被我爹捡回来，祖母费了好大劲才调养好你的身体。我自顾自地说着往事，每个字都刺激着她。贵妃的脸色却越来越难看。住嘴！她厉喝着，扬起手就想打我。这些年我也在怪老头那学了些手脚功夫，哪能轻易让他打了去。眼见掌风袭来，我一把抓住他的手腕，接着缓缓站起来，与他平视。你知道的，祖母死了，唯我继承了她的衣钵。祖母的医术有多好，你体会过，想要再孕，就对我客气点，好吗？阿娘，我甩开了他的手，他踉跄了几步，堪堪稳住身形。殿内沉默片刻后，他忽地变了嘴脸，走近拉住我的手，一脸堆笑。小玉，阿娘不是诚心为难你的，刚刚那般是怕有心人假冒你的样子，故才试探一番。张儿死了，阿娘只有你一个孩子，你是阿娘的软肋啊。只要你帮阿娘再孕，若是能生个弟弟，登上那高位。他顿了顿，眼中是藏不住的野心。届时你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他掌心的温度传到我的心里，却冷得很。我一家163口人的性命，不敌他的荣华富贵。阿娘，你现在是我唯一的亲人了，我自然会帮你。我上前一步抱住他，他身体本能的想后退，但是却被我抱得死死的。在他看不到的地方，我神色冷然。他坚信是自己的问题，一点都不怀疑皇帝。因为皇帝不举，并非天生，宫中早有子嗣，公主居多，皇子只有一个，是淑妃所生。他和淑妃一直不对付。淑妃有皇嗣傍身，他怕皇帝死后，淑妃与他清算旧怨，所以他执着于怀孕之事。可她永远不会怀孕，她不过是皇帝找来笼络丞相的工具，也是掩盖不举丑事的挡箭牌。都说贵妃独宠3年，其实只是皇帝舍不得其他后妃被视为碰罢了。她2嫁之身，皇帝从未真心待她。阿娘啊，你攀龙附凤，抛夫弃子，只怕到头来会一场空啊。冬去秋来，皇帝日日服用鬼银草，已有抬头之势。曾经他望着后宫各嫔妃无能为力，如今倒是生龙活虎了起来。皇帝自从觉得自己好了之后，开始频频宠幸其他宫妃，来贵妃宫里的日子越来越少了。只是他每日事后会稍微感觉气急，这自然是我的手笔。因为我知道，如果皇帝觉得自己痊愈了，那么我和胡太医的死期就到了。他们没死之前，我是不会让自己轻易死掉的。前几日，淑妃带着儿子在乾清宫向皇帝请安，贵妃也在场。淑妃牙尖嘴利，讥讽了贵妃几句，贵妃自然也是反唇相讥。可皇帝却责怪起了贵妃，说贵妃性子越来越乖戾了，早已经不见曾经柔情。贵妃以为皇帝所言只是他偏帮淑妃的托词，但是他没有发现皇帝说的是事实。以前贵妃端庄温柔的假象，貌似正被他一点点地撕开。她现在的性子急躁易怒，难以控制，所以皇帝越来越不耐烦。更何况他这个挡箭牌已经渐渐地失去作用了，皇帝自然冷淡了他。今日请平安脉时，我见贵妃正在前院练习健体操，那是祖母当初为了调养她的身体，特意为她编排的操，可强身健体。如今她急着怀孕，倒是又把这操捡起来了。此刻她大汗淋漓，我知是她太心急了，
这操一天练1-2次即可，练太多了，反而伤筋骨。他见我来，停了动作。他害死祖母，现在又在练祖母为他量身编排的操，又被我看见，气氛确实有几分微妙。我率先打破尴尬的局面，这操对你的身体有好处，你多练练挺好的。他没接我的话，只自顾自地拿着手巾擦汗。出汗后，他身上那股清冽的香气更浓郁了，好闻得紧。旁边宫女有眼力见地向他递去温茶，他接过，喝下，薄唇轻启。本宫的身体已调养多月，现在可能受孕。娘娘现在想受孕，能倒是能，只是恐怕要受些苦头。贵妃闻言，重重地将茶杯放在桌上，清透的茶水溅在桌上，一滴一滴地滚落在地。淑妃那贱人仗着有皇子，多次羞辱本宫，如今连陛下也偏帮他。你说什么苦头，本宫受得住？他不耐地揉了揉太阳穴，看起来忧烦得很。我从袖中掏出一门香，男女房事，此香可助兴，事后娘娘必能一举怀孕。贵妃从我手中接过那香，仍有疑虑，当真？用我性命担保。我沉声回道。他又问，你说的苦头是什么？我意味不明地笑了，垂眸躬身道，此药性烈，娘娘在房事上会吃些苦头。他却不以为意，笑得妩媚动人，娇俏万分，像是曾在府中的模样。当真是还未出嫁的丫头，这算什么苦头啊？是吗？那你好好受着吧。我心中暗道。皇帝那日翻了贵妃的牌子，可第二日从明月宫出来时，脸色难看至极。听说皇帝斥责了贵妃，可因为什么原因，宫内无一人知道，连贵妃本人都不知缘由。她只觉得那晚和皇帝比以前任何一晚都激情四射。她本以为第二天一睁眼，必定又是一番温存，谁知皇帝无缘无故冷脸。当天，皇帝便召我去乾清宫问话。出太医院之前，胡太医忧心忡忡地对我说：“你步子迈太大，恐有祸事惹上身。”我知道他是担心我，笑着宽慰他，说我心中有数。胡太医便气哼哼地拂袖走了。到了乾清宫，我照例请安，可皇帝头都没抬，我只好继续跪着。大殿右侧正有一滩血迹，宫人还未来得及清洗，浓厚的血腥味中有几缕清冽的香气萦绕其中。常年站在皇帝身后的那个侍卫不见了，这滩血便是他的。皇帝对我动了杀心，那侍卫的血是来震慑我的。我日常负责调养贵妃的身体，那助兴药他很容易就猜到是我给贵妃的。堂堂天子被人戏弄，与侍卫共侍一女，那女子还是他向来嫌弃的二嫁女。偏偏因为丞相的关系，他还暂时不能拿贵妃怎么样，那便只能杀了侍卫泄愤了。空荡的大殿内，皇帝的声音从上首传来：“朕的隐疾好了几分？”禀陛下，6成。还有多久能痊愈？禀陛下，陛下现在的身体不宜用药过猛。民女正在与胡太医重新选配药方，把一些烈性的药换成温和的药。胡太医善食药，我擅长搭配药性，在我二人的配合下，最多1年，陛下必能痊愈。那你和胡太医好好配合，1年内朕若痊愈，重重有赏。呵，狗屁！说什么重重有赏，届时赏我的怕是砍头吧？我手里握着他下半辈子的幸福，我也杀不得，只能不痛不痒地警告一番。想着皇帝的窝囊样子，我心中好不畅快。他算计着我的命，我也算计着他的命，扯平了。贵妃怀孕了，皇帝是最后一个知道的。早在禀告皇帝之前，贵妃就跑去淑妃跟前炫耀了一番，又向宫外的丞相府递了消息。贵妃是丞相的义女，丞相可一直盼着贵妃早日诞子，稳固地位。所以那日早朝，丞相携百官恭喜皇帝，皇帝脸都绿了，却还要强颜欢笑。下朝后，皇帝便直奔明月宫。贵妃见皇帝来了，忙迎了上去，挽着他的手，撒娇道：“皇上，你怎么现在才来看我啊？”皇帝动作轻柔地抚上着贵妃的肚子，缱绻温和：“一儿，几个月了？”“哎呀，皇上，3个月了。”“您忘了？3个月前那晚，陛下好生热情。”贵妃转着手帕，羞赧地看着皇帝，一副娇怯的女儿神态。皇帝脸一阵青，
一阵白。那晚3个人，他也不知道贵妃怀的是谁的孩子。贵妃沉浸在怀孕的欣喜中，并未发现皇帝的异样。朕知道了。那于医女当真是你的好助手。皇帝咬牙切齿地说道。是啊，本宫要好好赏赐他。贵妃接过皇帝的话，眼中闪过一瞬的金光，很快便被笑意取代。贵妃让我替她出宫采买东西，这种事本该是她宫里的宫女去做的，但贵妃说此次买的东西涉及诸多药材，我精通药理，让我去，她放心些。临走时，胡太医又对我说，此番出宫，凶多吉少，务必小心。我不以为然，觉得贵妃还需留我保胎，应该不会这么早对我下手。胡太医又气哼哼地回屋制药去了。出宫后，我直奔京城最大的药房瑞药房，想早点办完差事回宫。药房掌柜见我买的药材珍贵，忙引我去楼上客室，说有些药稀少，要请东家出来与我洽谈，请我稍等片刻。可我一进屋，门就被锁住了，我忙去拍打门窗，却无一人应声。我这时想起胡太医的话，心中警铃大作。我太自信了，以为一切尽在我的掌握中，却低估了贵妃之心狠。不到1刻钟，各个门窗外伸进来多根烟管，白烟缭绕。我忙捂住口鼻，从怀中掏出解毒丹来服下。好在我出发来京城前，怪老头给了我一瓶解毒丹。任何毒在怪老头这个制毒宗师面前都是小儿科。服下解毒丹后，我咬破腮帮上的肉，血从我的嘴角便溢了出来，便倒地不起。过了一会儿，门果然开了，来人探了探我的鼻息，禀报道：老爷，人死了。浑厚的声音响起。说到底，她还算是我半个外孙女，可挡我萧家的路，就别怪我心狠了，把她扔到城外乱葬岗去。听闻此言，我暗骂自己轻敌自负，该知道挑衅皇权，就要做好如履薄冰的准备。来杀我的人是萧家家主、贵妃义父、当朝萧丞相，他们将我装在木箱里，刚运出城不远，便遇到劫匪打劫。萧府的家丁对视了一眼，觉得为了我的尸体和劫匪硬碰硬不值得，便丢下我回去交差了。当头顶的木板被打开时，我只听见清朗的声音响起：别装了，起来吧。我谨慎地睁开了眼，只见一劲装男子，戴着玄色面具，身形挺拔，风姿绰约，怎么看都不像山匪。那人见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，将面具取下。哥哥，我的脑子还没来得及多斟酌，我的嘴已经喊出来了。还不错，还认得我。哥哥将我抱出木箱，调笑着。我和他快4年未见，却不见丝毫生疏。我没有来的委屈，忍着泪抱住他。哥哥，你没死，真的太好了，他又要杀我。哥哥拍着我的背，温柔地宽慰道：玉儿，莫要伤心，是他的错。对不起，哥哥来晚了。哥哥，你为什么还活着？哥哥死而复生，我心中有太多疑问了。我的话单听像是咒人似的，哥哥也不恼，耐心地娓娓道来。原来祖母早料到我们一家可能会有灭族大灾，所以他将我托付给他的师兄，江湖上鼎鼎有名的毒医欧阳解解。而哥哥当年和父亲临走前，祖母给他穿上了护心甲，哥哥才得以在利剑之下存活。后来哥哥掉下悬崖假死，又去西南投奔安定王。安定王曾经欠了我祖母一个人情。安定王是皇帝的兄长，平定西南有功，但落下腿疾，得一游医搭救，才得以重新站起来。那游医就是我祖母。安定王和皇帝有5分相似，所以当年祖母在药房外一眼便确定了皇帝的身份。祖母听见皇帝看着母亲喃喃：怡儿。祖母虽然偏居一隅，但也悉知天下大事，知道皇帝在登基不久后，先皇后亡故，先皇后归名为萧仪。联想到此，心下大骇，从那一刻起，他就做好了长远的准备。母亲貌似先皇后，皇帝便夺了她，在母亲的默许下，对我家痛下杀手。皇帝刚登基，根基不稳，安定王虎视眈眈，萧丞相痛失嫡女，可庶女却还和安定王府有姻亲关系，故左右摇摆。皇帝让母亲认萧丞相为义父，母亲入宫为贵妃后，独宠3年，皇帝和萧府之间的政治关系又稳定了下来。听完哥哥的话，我心中悲戚，
所以我一家老小成了权贵政治斗争下的牺牲品。他们视我们平民为草芥，可草芥亦能割喉。哥哥在一旁低语，锋芒毕露。哥哥，你怎么会知道我在京城？你从欧阳先生那刚走，我后脚便去了他那寻你。我到时得知你已经入宫复仇了，我便又辗转来了京城。玉儿，你不该趟这趟浑水的。好在宫里有我们的人可照拂你。谁？我讶然问道。胡太医。哥哥笑答，又说，不然你以为怎么那么巧，我能在城外找到你？而且皇帝的隐疾也有他的手笔。原来如此。胡太医看着窝窝囊囊的，干的却都是灭九族的大事。我一直以为复仇之路唯我一人，如履薄冰，没想到哥哥一直在我身后。哥哥想留我和他一起，可我执意要回宫。我的计划进行了大半，我不愿放弃。哥哥拗不过我，只好将我送回到宫门口。他很不舍，但是我知道离我们再见的日子不会太久。回宫的第二天，我照例去明月宫为贵妃请平安脉。我想她必定头疼难忍，辗转反侧了一整晚。我去时，屋内无旁人，只剩下我和她。贵妃坐在榻上，专注地揉着头，并不抬眼看我。你居然能活着回来，当真小瞧你了。我能死里逃生2次，命大得很，是吧，阿娘？住嘴！你居然还有胆子回宫里来，你知不知道我一句话就可以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？贵妃指着我喝道，情绪激动。阿娘，你这么说我可太伤心了。我回宫来可是为了救你啊！我阴阳怪气地做垂泪状。你可知皇帝不举3年了？我冷冷说道。放肆！你在胡说什么？贵妃怀孕后，她本以为皇帝会更加宠爱她，可并没有。只刚怀孕时，皇帝来看了她一眼，便再也没来过，还不许她去乾清宫，说她年纪大了，保胎不易，不要到处走动，变相的把她软禁了起来。联想到3年来的独宠，她与皇帝的房事全都是抹黑进行，贵妃愤怒之余，竟有了几分相信。你独宠3年，连枕边人是谁都不知道。你为什么独宠3年？因为他舍不得糟蹋其他宫妃，就只糟蹋你这乡野孤女。我治好了他的病，你就失宠了。贵妃泄气一般瘫坐下去。3月前的那晚很激情吧？因为那晚是3个人啊，皇帝和侍卫都闻到了那香。且不说你是2嫁之身，就单论你是萧家的义女，皇帝怎么可能让你怀孕？如今皇帝根基渐稳，萧家渐弱，你肚子里怀的是谁的种都不知道，你说皇帝容得下你吗？我说完，贵妃呆滞的眼神看向我，瞳孔闪烁，一瞬间回神，猛地扑向我，想掐我的脖子。你早知道这一切，还让我怀孕？我灵活地推开了他，俯视着像烂泥一样瘫软在地的他，嗤笑一声。怎么允许你杀我，不许我戏弄你？不是你一直想怀孕吗？我只是满足你啊。啊！连番刺激下，贵妃有点疯魔了，只见她抱着头，尖利地嚷道：住嘴！住嘴啊！忽地，她又冷静了下来，眼珠翻转，挪动双膝，扯住我的裤脚，急切地说：玉儿，你会救我的，对不对？我是你阿娘啊！我蹲下身，挑起她的下巴，闻着她身上的清冽香气。娘亲，我回宫来就是为了来救你的啊，你毕竟是我的娘啊。好好，小玉，我错了，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。贵妃主动地抱住了我的腿，仿佛溺水的人抓住浮木。贵妃流产了，她自己干的，为了保命。皇帝赏赐了很多东西，还让萧夫人进宫陪伴，以示安慰。贵妃看着那些东西，眼里满是恨意和不甘，她吩咐宫女将它们全扔到库房里去。萧夫人进宫时，我正好也在贵妃宫中。萧夫人看见我，很诧异，你不是应该……我施了一个礼，笑道：夫人是想说，我不是应该死了吗？夫人，我与贵妃娘娘有好多话想和你说啊。那一天，萧夫人在宫里和贵妃聊了很久，差点没赶上宫禁之前回去。又一年除夕夜宴，皇帝在席上多喝了几杯酒，晚上去了辛纳的一个才人宫里，结果半夜突然吐血，才人吓得瑟瑟发抖，连夜召集太医，
我和胡太医自然在列。我去时，皇帝正披着外衣，止不住的咳血，小才人已经被秘密处死了。胡太医为皇帝诊断，说：“陛下，您这是中毒了啊！”皇帝一脚踹中胡太医的心口，镇阳你们太医院是干什么吃的？陛下息怒，陛下中毒未深，可解。我扶住后退的胡太医，忙说道：“哦，你说，陛下，我进宫前，师傅给了我一瓶解毒丹，可解万毒，陛下服用，自然痊愈。鬼银草性烈，皇帝纵欲1年，已然外强中干。其实他并没有中毒，只是鬼银草的副作用到了。”胡太医胡诌了个理由诓他。解毒丹确实可解万毒，但是解毒丹也是大补，皇帝经不起这般补。换句话说，皇帝只要吃下解毒丹，便时日无多了。我见皇帝眉目松动，又进言道：“此刻最关键的是查出下毒之人。”皇帝果然派人去查，最后胡太医说，淑妃每日端给皇帝的饮食里添了东西。淑妃被处死了，他的儿子也被皇帝贬为废人。我知道胡太医还记得淑妃杀死张太医的仇，而且淑妃的儿子是皇帝的长子，颇有资质，胡太医又是安定王的人，所以于公于私，胡太医都会让淑妃当这个替罪羊。皇帝大病一场后，身体不如以前好了，但是还沉迷于床子之事。他忘记了他曾经的豪情壮志，要削藩，要分权，所以萧家骚动了，而西南的安定王也秘密入京，等待一个时机。终于在开春的一个雨夜，皇帝暴毙，萧丞相蛰伏已久，今夜终于带着自己的私兵闯进了宫闱。杀进皇帝的寝宫时，他本以为还要费好一番周折，结果掀开御床一开，只见到七窍流血的皇帝。他还没来得及高兴，就被安定王包围了。杀死皇帝的黑锅自然扣在萧丞相的头上。皇帝暴毙，只留下一个被贬为庶人的儿子，且其背后毫无势力。安定王登基，顺理成章，萧家以谋反罪被灭族，而萧贵妃便贬到冷宫，自生自灭。尘埃落定后，我去冷宫探望贵妃，她特别高兴，问我什么时候将她接出宫。我走到她身边，为她揉头：“阿娘，这1年多以来，思虑太多，头越来越疼了吧？”贵妃为我突然的亲昵，软了神态：“是啊，总是犯头痛的毛病。阿娘可还记得你与父亲的定情玉佩？我和哥哥小时候总想要玩，你总不让我们玩，宝贝得很。你假死的时候，我们找到的那具女尸，腰间就带着那玉佩的仿品。我和哥哥都确认那女尸是你，可父亲却一口否认。我聊起从前，他也陷入了回忆中，似又想起什么，从脖子上取下挂绳。这玉佩我还一直留着呢。原来曾经佩戴在腰上的玉佩，被他挂在脖子上了。我接过玉佩，打开了上面的关巧，里面赫然躺着一颗药丸，散发出清冽的香气，和贵妃身上的味道如出一辙。贵妃惊讶极了，问我这是什么？润养丸，常年佩戴，滋养母体。祖母为了养护你的身体，帮你配了润养丸，知道你爱香，还在里面加了清冽的香料。要不然你在宫里这3年，又是喝绝子药，又是落壶的，怎么还能受孕呢？贵妃听我说这些，神情有些不耐，只敷衍地说道：“婆母果然医术了得，祖母为她考虑那么多，她害祖母身亡，只落她一个医术了得的评价。”我忍下泪水，又说道：“祖母给我的医术，我囫囵地学了一些，远不及她高明。倒是读医欧阳杰杰的毒术，我学得很好。你好端端的与我说这些干什么？你什么时候接我出宫？”他彻底不耐烦了，又抬手揉了揉头，神色很痛苦。我看着他这样子，笑了。头又疼了，你现在脾气也越来越差了。润养丸是极好的，只是里面有几味药，与我每日给你配的药相克，用久了会急躁、易怒、头疼，久而久之，神志不清，终日疯魔。你还日日跳祖母给你定制的健体操，气血上涌，直冲大脑，药效就更快了。你说什么？贵妃握住我的手，可又因为头疼没什么力气。你是我的生母，我不会是母，但是你也应该受到惩罚，不是吗？余生你就在冷宫里，
糊涂的过吧。说完，我甩开他，转身离开。站住！贵妃厉声叫住我，跌跌撞撞地冲过来，可跑得太急，临门口摔了一跤。她踉跄地站起来，手撑着头，沉声道：“把玉佩留下，求你。”呵，他居然还惦念着玉佩。父亲真的是个很好的人，他救了他，爱护他，尊重他。可皇帝只是把他当替身，当工具，践踏他，羞辱他。他惦念着父亲给他的玉佩，也是情理之中。可人都被他害死了，又留着玉佩装什么深情？如果是父亲，他会愿意把玉佩留下吗？我走了，玉佩留下了。润养丸的香味进入在玉佩里，那味道不会散。他执意要将玉佩留在身边的话，终究会头疼而亡的。唉，我本想留他一命的。几日后，我与胡太医告别，快到宫门时，听到宫女在议论，听说冷宫里的废妃萧氏疯了，天天拿这个玉佩，说错了的。前尘往事已与我无关。哥哥现在已经是新皇身边的近臣了，他让我留在京城，好照顾我。我与他说，我要去滨州定居了。滨州是父亲向往的地方，他曾抱着安娘，看着我和哥哥在一边玩闹，畅想着治世后我们一家去滨州定居的日子。如今家破人亡，便由我替所有亡魂去看遍滨州风光吧。哥哥说以后等他治世，便来滨州找我。临走时，我几番叮嘱，君心难测，务必慎独。哥哥笑着说，我了然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